震惊全世界的加勒比海的国家海地呢，在昨天发生了这个震惊全球的枪杀命案。一群歹徒呢闯到了这个总统的官邸里面啊，当场开枪。我们看到这个总统夫妇呢都受了伤，那么总统呢是当场死亡，这个夫人呢目前看起来是身受重伤，据说呢可能会送到这个美国去医治哦。我先跟大家讲一下，截至目前为止我们的一个最新消息，据说呢这个凶嫌有4个人被击毙，那么其他2个人已经落网，他们自称呢是美国的缉毒员。但现在呢因为这个海地的政权动荡，所以大家最关心会由谁来接班呢？根据了解，现在有够乱呐！这个总统的这个合法接班人哦，也是一个这个最高法院的院长，他已经染疫身亡了。而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代理总理Joseph， 他已经宣布戒严，但是呢，他要代理总统必须要获得国会的批准。但以海地现在的情况呢，一团乱，也等于是没有国会啊。所以这个国家现在真的是让人家非常的担忧，更何况呢，他们的这个疫情也很严重。到现在可以说是一剂疫苗都没有哦。我先请教一下这个谢老师，海地这个国家到底怎么了？你的判断哈，在这一次很多人会想到，觉得像是我们台湾1996年发生的刘邦游血案的一个翻版，太过惊悚哦，闯到家里面去枪杀，去进行刺杀，这个照理说总统官邸应该是戒备森严才对啊。应该是如此啊，我也觉得这个有一点蹊跷。因为海地是常年动乱，政治人物事实上都处在这个违禁居多。那海地现在有很多地方，事实上不是政府在控制，是黑帮派在掌控，所以本来就很乱，而且政治一向很乱。在这种国家，应该的状况是政治人物像总统的话，身边都是带着很多保镖的，那他住的地方应该是警备重重啦，应该是如临大敌的。那么会发生这么一个状况，其实我看了这个媒体上报道他们有访问住在总统官邸的一些海地居民，他说我们海地是很乱，可是乱到居然总统在家里面被一群人冲进去把他杀了，他们都觉得例外。所以这件事情其中必有蹊跷，而且看起来这个歹徒很专业嘛，看起来完全专业。对，现在得到的这个讯息就是说，这是一群有组织、有训练的武装突击队，武装突击队，就是要去杀这个总统。这样子看起来的话，他应该政治动机高过一切，因为一般的匪徒的话，就是劫财嘛，对。那这个财杀或仇杀嘛，对。那这2个看起来都不像啊，财杀仇杀有必要派那么这个训练精良对，那么好像是非常有计划的一次近乎我觉得像是军事行动的这样子的一种斩首式的一种暴力行为啦。那不过连拜登记者访问他都说，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讯息，好像连美国这么情报这么灵通的这个国家，到现在也还在了解。说到美国，我们知道这个海地它是法语国家但是事情发生的刚开始，当地居民说呢，这个枪手是操西班牙语，但是我们看了那个影片枪手讲的是美语嘛，对不对？而且是有相当美国口音的这个美语。我觉得我也听到了非常标准的美语。这个刺杀团队里面讲英语的这个，要不然就是这个在美国住过很长一段时间，或者就是说，那美语可能就是他母语了。他当然这个枪手讲母语这个事情意味着什么，还需要进一步的调查，没有办法妄加揣测但导致这个海地这个国家爆发了这么大的血腥事件之后呢，引发了全球的关注。当然，第一个，现在在疫情严重的情况之下，海地真的很可怜。这个国家呢，大概75%的民众都是在贫穷线下然后60%是文盲。那么现在呢，这个疫情，不过他们的疫情算是比较晚大概在今年跟台湾时间差不多。那么最近呢开始爆发，也是这个每天情况很严重，但是据说呢，到现在为止是一剂疫苗都没有打上。对，美国说要捐，但是美国的方式呢，当然大家知道也是慢吞吞的啦，捐到 COVAX 再去分配等等，能够分配到多少也不知道。我先请这个季老师给大家谈一下，
海地到底怎么了？海地对于我们台湾来讲也是一个友好国家嘛。我们看到2018年这位被枪杀身亡的总统摩伊士曾经到我们这个台湾来访问，当时这个蔡英文还举行了这个军礼，然后蔡英文呢在2019年回访不过回访的时候呢，当时就因为这个治安事件不佳，为了维安安全起见呢，停留了短短4个小时闪风来闪风去。这个国家其实是长期动乱的一个国家，已经陷入长期动乱，不是短时间的。它过去有一段时间，大概70到90那个时候有一段比较稳定的时期。那可是后来就是因为内部政争了。那么其实它也没有什么资源，可是就是说内部，因为它虽然是就是说非洲移民大概现在95%是非洲移民，可是这个非洲的这个族群又分了5-6个大的族群，所以像这种开发中国家，就是说它这种其实它有一个政治的架构，可是它的社会内部呢，并没有一个国家应该有的基本的共识跟基本的一个基础不够。所以很容易动乱，要不然他能够不动乱，要不然就强人统治，那种强权的上面这种用强压式，他失去这样机制以后，他就下面就不断动。虽然也有民主，虽然也有这个宪法，可是没有办法避免长期的动乱，再加上非常的贫困，那所以老百姓很容易就煽动起来了。那么社会的情绪很容易就爆发起来，所以最近的10年、15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海地这个国家一直在暴乱、暴力跟这个贫穷、跟这个动乱之间。那么真正有比较平稳的时期，那个是短暂，所以暴乱、暴力跟这个变动是变成常态了。那目前这位刚刚被暗杀的这个总统呢，他本身自从当选以来，跟他的前几任也差不多，都是在争议中当选。对。然后到目前为止，他的反对派都认为他的任期应该今年2月就结束了。对，他一直靠着行政命令在延长嘛，在统治海地。他的行政命令所以他的合法性被质疑，那更会受到反对派的这种很激烈的攻击。那这位总统的可能本身的这个意志力，或者说他的这个脾气也是应该是很强的。因为他跟很多国家也都是比较强势的。那跟台湾过去他当总统以后，我所得到的这个侧面消息，它是比较强势的。那么不管希望我们在提供援助那么或者对我们这个住在当地我们这个政府派驻的人员他常常也都是比较强势。听说我们有这个代表被他赶回来是吗？对，就是差不多1年多前吧。1年多前，这个新闻还可以查到。怎么搞的？那么他突然就在他的那个报纸上宣布说，这个我们派驻海地的代表，那么他已经限期让他回来了。限期。对，所以报道没多少就发觉我们这位这个派驻海地的这个代表现在就在台北了。对，灰头土脸的被赶回来。灰头土脸，所以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来，这位总统是强势的。那你强势，你就要有强势的支持嘛。如果没有得到强势支持内政的话，你碰到一个更强的话，那可能就容易发生昨天他发生这样子一个悲剧事情。海地虽然是个贫穷的国家，但是我们看到这位总统摩伊士他一直被指控是贪腐所以他在1月解散了国会。那么在今年2月的时候呢，事实上海地有一场非常大规模万人上街头的抗议，就是抗议他独裁，跟抗议他贪腐不过我们看到这个在他遭到刺杀身亡之后呢，这个包括蔡英文还有这个绿营等等，都在脸书或是 Twitter 上第一时间发布了这个哀悼那他算是呢我们台湾极少数在国际中的盟友因为我们台湾也给了他一些支持，包括我们看到在他的首都太子港，他的这个整个输配电的一些系统由台湾在援建嘛。对，我们对这些国家基本上我们出手都是越来越大。那你要看蔡英文政府这个外交预算那么那比马英九的时代大概已经，我觉得可能
大概已经多出来了1/3了。我离开的时候大概是240亿一年嘛。那么现在大概是300亿，那是不是还在增加？而且以前马英九的时候，他说我们不要机密预算。我以前在这个外交部的时候啊，那时候机密预算我记得最高一年60亿台币。也就是说，这个预算除了少部分这些立法委员他们可以去看的话，他们就不要公开了。那马英九把它降成只有5亿。蔡英文的时候，这机密预算一直往上提啊。据我得到的讯息就是说，我们跟这个像海地这样子的这些所谓的这个友邦啊这种国家之间的我们的援助被要求给予的援助有越来越高的趋势。那所以很多国家你去了，发觉怎么很多东西都是台湾原件啊，台湾原件。那我以前在我们非洲司服务，我们当初去这个查德，就是因为我们送他一条大桥。那个桥是从这个前一任殖民者以后，那么大概有50-60年之间，那个查德河上第2条大桥，就是我们台湾去帮他盖的。那去盖的时候很好笑啊！盖的时候突然我们那时候长官说：“晚上我们去看一下那大桥。”就通知这个查德政府，查德政府就说：“要等一下，不能现在去。”我们说：“给我们一点时间，1个钟头以后再出发。”我们就说，后来我们去打听为什么要等1个小时。后来他们就说，那个政府讲说，因为那个桥上你们要去看，我们把那个灯泡打开，电灯打开，电灯打开呢，就表示它的首都的一半的电力呢，就必须不能用。所以他把电要调到那个桥上，那首都那个城市有一半就黑了。这一半，为了你们要去看，这首都一半就先把电力切掉，然后把电移到那个新的大桥。所以你看看我们那个计划桥对那个国家有多重要。这种国家，这种就联合国叫 LDC 啦 ，Least Developed Country， 就是最低度开发国家，是真的是非常的穷困，那么什么都需要人家援助。海地就是一个贫穷线下的一个国家，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雪上加霜哈。正因为这个人民穷嘛，那说实在的，这个世界上会搞革命的大部分都是穷人，对不对哈？所以它的整个政局动荡之外呢，包括它的黑帮横行。根据了解呢，这个海地呢，它有许许多多的绑架案，听说层出不穷啊，人人受害哈。绑架的还不只是有钱人，听说一般的平民老百姓，甚至穷人也会遭到绑架。歹徒的要求的这个赎金都不高，但这个治安呢极度败坏哈，再加上这个政府贪腐的这个传闻不断，所以当地的民众呢也是一天到晚走上街头，满满的愤怒。但这个案子呢，我觉得还是这个作案的手法呢太过血腥，太过电影化、戏剧化，难免让网上很多人说，这就像是我们台湾有没有1996年的桃园县长刘邦友血案的翻版。这个血案呢，唤起一下大家记忆。这个季老师还记不记得，发生在当年的年末嘛，大概在11月21号左右。那么当时桃园县长刘邦友一大早起来吃早餐啊等等，他的秘书就会送一些公文进去啊，有2个县议员啊要去跟他谈一些公事啊等等。一个早上呢，这个歹徒呢大概是6点半去进去，直到呢杀了9个人之后，8点20从这个门口呢从容离开，就待了我们看到将近2个小时，从容不迫的作案啊。整个过程呢，死亡的我们看到包括了刘邦友县长本人，包括了他的帮佣，包括了他的司机，包括了县府的机要秘书，还包括了我们看到这个周边的一些人包括了2名县议员，当然其中有一个是救回来了，所以总共呢最后是8死1生。但是救回来这个幸存的活孔这个县议员呢，他的脑部严重受损没有办法讲话，这个记忆系统也已经丧失，所以对于破案来讲一点帮助都没有。那么这个案子呢，到现在为止是台湾的3大悬案之一，还是破不了。从1996年到现在为止，完全没有破。当然，各方的说法很多啦，有人说是境外的杀手进来，有人说是什么是当地的大圈仔啊，等等等。但到此刻为止，它就是破不了。所以这个事情呢，也重创了当时这个李登辉的这个政权嘛。
认为这个治安不彰，所以桃园民众非常的愤怒。本来桃园呢是一个非常蓝的地方，国民党的支持者，但是就是在这个血案爆发之后呢，我们看到隔年就由民进党的吕秀莲拿下了这个桃园县长的这个宝座。所以这个案子呢，我们看到跟这个海地的这个血案是有点类似哦。照理说以当年来讲，当年的这个地方首长的规格跟现在又不太一样了。以当年大概台湾还是在这个半威权的这个时代这个县长你想想看，这个府内是上上下下都是人，光是帮佣好几个警卫啊等等，这么戒备森严，而且是一大早歹徒进去从从容容2个小时，他把所有要杀的人全部关在这个门前的一个小小的警卫亭里面，然后用行刑式的枪杀方式，每个人都是对准头部。他不是说在整个现场的官邸呢去杀人，不是，他是全部一个一个的绑架到院子里面的警卫室里面，一个一个的杀掉。而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县长的夫人呢还在楼上念经做早课，完全不知道。那你看到这个海地这个总统的这个血案也是一样，他贵为总统政敌又这么多，民众又这么反他我想必他的危机感很重，他应该是把他的这个官邸弄到滴水不漏、铜墙铁壁但是这群武装分子可以这样堂而皇之的进去我觉得背后他一定有一个组织的力量嘛，他不可能是这种临时起意或宵小或者是鼠贼之类，他看来他就是一个非常职业专业的一个突击团队之类。那他的大背景当然是一个混乱的一个海地的政治跟混乱的海地的社会，而且一段时间要对比当时1996年那个时候刘邦友血案其实那个时候李登辉的时候是台湾黑金政治最盛行的时候，是，而且台湾在这个金国先生这时候长期戒严那个社会秩序其实控制的非常非常的严密的，可是解严以后有一段时间社会的整个有一点点失序，再加上李登辉推动的黑金，那时候我记得，我虽然那时候在这个政府里面服务，有时候到有一次去，记得是台南出差吧，那碰到一个台南当地的一个这个新闻市政府的一个新闻单位的负责人，他就跟我们讲，因为他以前是新闻局的，所以我们就聊得很来，在聊天的时候，我说你怎么样，在这个地方政治工作如何？他说很辛苦我说很辛苦，为什么？他说我们那个县议会对，台南县议会，他说不是一半有黑底是2/3都有黑底我说什么叫黑底？他说就是黑道所以那个时候台湾地方政治在李登辉这个黑金的领导之下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黑跟金这2个力量在控制。所以你如果去看刘邦友的背景的话其实他在地方政治上他们这个互相这个恩怨那个时候当然大背景是一个黑金，所以在这个行动里面他可能是不同的派别不同的政治的利益的区块这样子的碰撞，所以呢不可能是什么小的恩怨嘛，那都是大的这种大的集团利益的这种恩怨以后那么请来的这一些执行的这一些杀手的话，我想都是重金礼聘不要从哪里找来，绝对不可能失手的，不可能失手。所以你看他的这个行凶的方式那是非常缜密，有事先完整的规划，可能对他官邸内部的状况都有相当的了解以后再去做。那所以是不是有这个一个内外勾连？跟今天这个海地这个总统是不是有内外勾连那么都很难说的。那海地的政局现在是还在怎么讲？还在尘埃落定，因为现在这个所谓他这个叫说临时的这个总理说我现在掌握大局了，很可能后面还有很多戏对，要乱。那么他能不能站得住脚？他会不会被另外一派推翻？是。然后呢，然后再有另外一派人来查这个内情的时候，可能又发现了很多爆炸性的内幕。所以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后面的戏还很多。那不过我对这种开发中国家我有一些看法，就是说，它永远脱离不了一个贪污腐败。其实他们这种政权的人上来后面都有强国的影子在里面，都有大国。这些大国其实都要在后面，希望有一个
就是说头面上人物在里面控制这个政局，可是他背后一定要怎么要照顾好这些大国的利益，大国利益照顾好哈，他就安然无恙；大国利益没照顾好哈，可能他的反对派就突然得到背后的大国的支持，就把这个不太听话的，这个又要拿下来。所以过去有人研究非洲的政治，说非洲的这些领导人物哈，或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物，他其实只是在看守过去殖民组织的利益。那么如果他看守的好的话，那么这些殖民的组织就会让他在那个位置上。可是他如果说不听话的话，他很可能就被这个殖民的组织过去的这个幕后的这些老板，那双方就是这些西方的大国，那么就会不用政变或者其他什么民主人权的这个理由就把它换掉了。那么文明一点，客气一点，就是政变，留你一口，留你一个性命。他如果狠一点的话，就是就把你这个性命也取了。但是所以他们是蛮让人唏嘘的啦，因为我们看到海地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遭到西班牙殖民嘛，那么西班牙殖民的时候呢，就引进了大量的黑奴所以我们看到海地可以说是全球第一例由非裔的这个黑人主导奴隶起义建国，而且很早。这个过程看起来是很励志的很励志，但是还是摆脱不掉这个被殖民者的这个命运。你想想，在殖民时代，你这样子搞一个黑人起义，把殖民政府推翻的，你不是与所有的这些殖民母国为敌吗？你的存在对他的殖民就是一个威胁。那我想海地能够继续存在，我想当时他能够成功，这个在中南美殖民的国家没有把它消灭我想主要可能是因为门罗主义吧，因为美国人在那边看着。可是你去看美国海地的历史，他在差不多1920几年的时候，曾经被美国直接统治了将近20年。所以美国事实上，美国一讲海地说，那是我们的后门所以美国很重视那个地方是谁在掌政，政治状况是如何。那所以海地过去动乱的时候，常常那个总统曾经有一位总统是从纽约好像哪里就突然这个海地的侨民就回去就当了总统。那么过去我记得大概差不多10几年前吧。所以海地的政局，我不是在暗示说这一次的总统暗杀有外力的因素，或者这种国家长期被外力的因素在控制。有形甚至无形甚至有形的控制，他的一举一动都必须要符合背后幕后这个操纵大国的利益。如果他违反这个大国利益的话，那么他这个领导班子就势必换人。